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震惊世界。你会看到全世界多地示威者也在高喊：“我们是哈马斯，我是哈马斯。”但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巧合：纳粹帝国负责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也是在10月7号那一天出生的。本期视频博主要告诉你一段很难在新闻里被提及的历史。你会发现巴勒斯坦、加沙、哈马斯还有本拉登的邪恶意识和历史渊源都能追溯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相信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发现911和哈马斯恐怖袭击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阿明·侯赛尼出生于19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作战。战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立志要追随穆罕默德的圣训，并阻止犹太民族建立自己的家园。这个人在演讲上很具有煽动性，这就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年，他成功地担任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职位。大穆夫提是当时英国托管当局承认的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最高宗教官员。之后的几年里，他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以色列土地上挑起了多起针对犹太人的阿拉伯起义，导致了多起流血事件。随后英国当局对他发出了逮捕令，但他几经中转，跑到了纳粹德国。阿明·侯赛尼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阿明·侯赛尼就表达了其对纳粹政府的支持。他说，阿拉伯人和纳粹是天然的盟友，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犹太人。那为什么伊斯兰极端宗教徒会如此痛恨犹太人和异教徒呢？简而言之，根本原因就是伊斯兰教所谓的圣典《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如果大家想知道这里边的详细原因，博主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本频道的另一部视频《十字军东征的根本原因》。1941年11月，阿明·侯赛尼在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和希特勒会面，他请求希特勒清除掉以色列地区的犹太人。希特勒也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清除掉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在整个大屠杀期间，阿明·侯赛尼被指控在战争期间将数十万犹太人送进了纳粹集中营，面对死亡，并多次公开呼吁穆斯林世界效仿纳粹。战后，阿明·侯赛尼被认定为战犯，但他再次逃脱了。1946年大屠杀结束后的那一年，他逃到了埃及，而且是被英雄般的对待。在开罗期间，他遇到了一个阿拉伯青年，并把他招募进了自己的事业中。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关门弟子，他的名字叫亚希尔·阿拉法特，也就是当今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之父。阿拉法特完全继承了阿明·侯赛尼对犹太人的仇恨意识形态。阿明·侯赛尼将火炬传给了阿拉法特，为了训练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发动战争，阿明·侯赛尼还秘密地将前纳粹突击队员带到埃及，训练阿拉法特及其武装组织。这就是今天全世界的极左们高度赞扬的伟大事业。在埃及，阿明·侯赛尼还与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枢，这个组织与希特勒、阿明·侯赛尼、本拉登以及后来的巴勒斯坦国父阿拉法特都有关联。通过阿明·侯赛尼，纳粹恶魔般的反犹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激进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融合在了一起。因此，从慕尼黑纳粹党到阿拉伯激进势力，再到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中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那么，请稍微试想一下，纳粹主义和激进伊斯兰主义，一个是世俗的，另一个是宗教的，但他们为什么能联合在一起呢？答案是他们背后都有着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摧毁犹太人。还有一个媒体很少提及的人物叫哈桑·班纳，1906年出生在开罗附近的小乡村，后来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那个时候的埃及已经渐渐的要离弃伊斯兰教了，但哈桑·班纳却是个激进的伊斯兰分子。1928年的3月，也正是他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仅仅过了20年，兄弟会在埃及每个省份就都设立了分支，活跃成员大约有50万。穆斯林兄弟会诞生的时候，正值纳粹在德国崛起。和阿明·侯赛尼一样，哈桑·班纳也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
他尤其欣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并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希望伊斯兰和纳粹主义能并肩作战。1935年开始，兄弟会每年都会派代表团参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年度集会。兄弟会将希特勒自传及其对犹太人的仇恨翻译成了阿拉伯语。那本书的名字叫《我的奋斗》，有的穆斯林将其在翻译上做出了小小的改动，变成了《我的圣战》，而且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成为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哈桑·班纳领导了反对在埃及犹太人的示威活动。次年，他炸了开罗的一座犹太教堂，洗劫了城市里犹太人的家园。他们在埃及所做的，正是纳粹在德国做的。随后，纳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合作更加深入。从1930年开始，纳粹实际上为穆斯林兄弟会提供了资金支持，兄弟会成员则为中东地区的纳粹特工和间谍服务，其成员们也作为纳粹部队的一部分为希特勒作战。同时，纳粹还帮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宣传，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和阿米侯赛尼，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得以广泛传播。犹太人被描绘成现代世界邪恶的源头。您一定听过一个阴谋论，就是关于犹太人重建以色列是为了要统治世界，或者是类似变种的阴谋论，比如犹太财团控制全世界等等。这个阴谋论其实是起源于1903年左右的俄罗斯，后来是被纳粹发扬光大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这个极具杀伤力的阴谋论。那这个阴谋论是否真实呢？个人认为它有真实的一面，那就是犹太财团确实很有实力。但你要说它能控制世界，这个博主保留意见，毕竟世界不止犹太财团一股势力。以色列复国后，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也进入到了这片土地，并试图摧毁这个重生的犹太国家。随后，兄弟会进入了加沙，在那里孕育出了一个极端危险的组织，它就是诞生于加沙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这就是哈马斯的起源。那么，圣殿山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末世预言的中心。2700多年前，以赛亚在圣经先知书以赛亚书第2章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人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重点是这句到雅各神的殿，那毫无疑问就是指末后的圣殿。圣经中有多处预言告诉世人，末后圣殿山将会有一座圣殿被重新建立。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个预言。圣殿将被重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会按照预言回到以色列，并拿回耶路撒冷。人们将在那里敬拜上帝。那么仇敌要做的就是阻止圣殿的重建。因为按照圣经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回到世上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第三圣殿。如果仇敌能成功阻止第三圣殿的重建，那么神在世上的旨意将无法实现。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这只是仇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做的最后挣扎。以色列对圣殿山虽然有最终控制权，但圣殿山的管理权却是在穆斯林手中，这也是仇敌对抗神以及神在地上旨意的最核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总是介入这个地方，只要是圣殿山上发生的事件，联合国就会立刻介入。圣经记载，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一定要用红母牛的灰烬净化圣殿。但符合要求的红母牛是极其罕见的，从1998年到2022年中间一直都没有找到。不过转折点就在2022年，德克萨斯州突然找到5头符合献祭要求的红母牛，并在同年9月15号运往了以色列。这一下就触动了哈马斯等极端伊斯兰势力的神经。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出警告，声称你们在玩火。警告发出大概6个月后，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便接踵而至。世界其实不知道，10月7号对以色列的入侵主要就是圣殿山的缘故，不是加沙，不是其他任何原因，就是圣殿山。圣经启示录12章说，撒旦就是那龙。伊斯兰教对犹太民族的1000年仇恨，本质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10月7号恐怖袭击之后，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发表讲话，向全世界说明他们做出这场屠杀的原因。他说10月7号的行动是对圣殿山事件的回应。他的原话是：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曾警告世人，这个指以色列法西斯政府已经纵容定居者和篡夺者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里面播下败坏。我们对他们说不要玩火，我们对他们说不要越过红线，但他们塞住耳朵，闭上眼睛，对我们的警告充耳不闻。再让我们听听哈马斯军事发言人阿布亚达在10月7号之后公开的说辞。他说，以色列的这种侵略是针对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就是开始对圣殿山进行实际上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并且带来红母牛作为一个令人厌恶的宗教神话的实践，旨在侵犯整个阿拉伯民族感情。对于普通人而言，感觉好像没什么道理，谁会因为5只红母牛感到威胁，进而大动干戈呢？答案是仇敌会，因为仇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有，我们都记得911恐怖袭击，大概有3000名美国人丧生。有一件事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也没怎么察觉留意。911灾难的背后其实也是圣殿山。本拉登曾写过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过程就有点像哈马斯发表声明一样。他在阐述发动911的原因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他写道，在你们的帮助和保护下，以色列正计划摧毁阿克萨清真寺。本拉登也给出了其他的理由，比如驻军沙特、制裁伊拉克、干涉中东事务。但这里的核心其实还是宗教原因。他们和基督徒、犹太教一样，他们会把他们的安拉放在第一位，不惜丢掉性命发动圣战，也不允许以色列在圣殿山重建第3圣殿。这个是他们暴怒的根本原因。博主个人感觉，这个事件里充斥着仇敌的各种谎言和怂恿。属灵的战争是真实的，包括叙利亚的战争、伊朗的战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超自然的领域。正如圣经所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希望你开启小铃铛、订阅、点赞。咱们下期见。